做了个紫薯爆浆芝士糯米糍，冰冰凉凉的，特别好吃。这个灵感是因为看到了一个菲律宾的小吃紫薯芝士面包，一个一个紫色的小面包，撕开以后就是一个流心的芝士内馅。然后我一想，最近面包吃的有点多，做个糯米外皮的吧，肯定比面包好吃。紫薯馅是按照菲律宾的做法做的，放的椰浆和炼乳，把紫薯蒸熟压碎，然后再加上这些材料拌匀了再过筛。牛奶是最后看状态调节浓稠度放的。如果想要这个馅最后吃起来湿润一些的话，就最后再放点牛奶。做好以后，表面一定要给它盖上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保存。再做一个卡士达芝士酱，他们做的那个面包里边包的是一个叫速溶芝士的东西，烤完以后撕开就是流心的状态。然后我一想做糯米糍的话也没法加热呀，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卡士达芝士酱，咸甜爆浆的口感很好吃。蛋黄加糖，先用打蛋器搅打一下，打到蛋黄颜色变浅了，体积大了一点，然后再加低筋面粉和玉米淀粉拌匀。牛奶提前煮一下，煮到80度，然后加一勺热牛奶进来拌匀。别用打蛋器搅，我这是错误示范，因为会溅得哪哪都是，手动搅一下，搅匀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把它倒回牛奶锅里拌匀，再放上芝士片。芝士片我是一共放了5片，差不多有86克。再放回火上，小火加热，要一直不停的搅拌。我觉得这种切达芝士片应该就是属于速溶芝士，因为它一加热就会融化嘛，对吧？小火一直不停的搅拌，直到给它熬成酱，还这样冒泡泡就熬好了。其实我这个酱熬的还是有点稀，如果不想这么稀的话，可以再多熬一会儿，然后关火，趁热加黄油，再拌匀就可以了。过筛一下，然后表面给它盖上，放到冰箱冷藏。蒸个糯米皮，糯米粉、淀粉、糖、紫薯粉放在一起拌匀，然后加牛奶。这个牛奶的量要根据自己的粉调整，我实际是放了250克牛奶的，我没敢给你们写那么多，因为我发现我这个粉很吸水，放了200克以后液体很稠，然后又加了50克，液体就灵活掌握，可以先放180克看状态，如果太稠的话再加。放蒸锅里大火蒸15到20分钟，蒸到没有液体就熟了，然后取出来放黄油。刚开始特别烫手，就可以先用擀面杖这样砸，反正外边卖那个麻糍也是这样砸的。砸累了你就可以这样反复的拉扯揉捏，反正最后它能拉很长就行了，这样它吃起来是比较 Q 弹又软糯的。那皮也准备好了，就可以包了。卡士达酱凉了以后给它再搅拌一下，让它重新变得顺滑。这个皮一定要等它完全凉透以后再包，我就是随便揪下一块给它捏扁了，然后蘸点粉放在保鲜袋上给它抹开，然后放在蛋挞模具里，挤上这个卡士达酱，再挤上紫薯馅儿，然后给它封好口就行了。因为它是粘的，所以包起来还挺好包的。再翻过来，然后给它再沾满粉，放在纸杯里就好啦。可以放到冰箱里快速的冷冻一下，然后再吃，那真的太过瘾了。冰冰凉凉 Q 弹软糯的外皮，夹着椰香湿润的紫薯馅，还有一口爆浆的芝士馅，我的神啊，也太好吃了吧。因为这个馅剩的比较多，所以我也做了一个面包版的，但是这个面包体颜色浅了，人家这个面包应该是非常紫的，就跟撒了紫薯粉的糯米糍一样的那种艳丽紫的颜色。他们那个面团里还会加一种紫色液体，我也不知道是香精还是色素，反正我也没有，我就加的紫薯粉。我这个紫薯粉也不是特别紫，我就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面包吧。这个紫薯芝士面包是菲律宾很受当地人喜欢的一个小面包，做法就跟我们平时做甜面包是一样的，揉一个特别软的紫薯面团，但是颜色一定要艳丽，非常紫，揉到出膜，然后面温也要控制好，
然后给它进行基础发酵。基础发酵结束以后，给它分割成25个，滚圆松弛20分钟以后，就给它包馅儿，把面团拍扁，翻面包上紫薯馅儿。他们是放一个速溶芝士，我就放到这个芝士卡士达酱，我给它稍微冷冻了一下，封好口，摆在28的方形烤盘里。这个面包应该是包好馅儿以后，表面裹上一层面包糠。我们家没有面包糠了，我就什么都没裹。发到2倍大以后，就可以放到烤箱里去烤了，180度烤25分钟。不过卡士达酱烤完以后撕开不是那种流心的状态，然后我就想，那就像做冰面包一样，把卡士达酱给它挤进去，这样会更好吃。这样撕开看着也特别诱人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结束啦。其实我还是觉得糯米糍更好吃一点，因为最近我面包吃多了。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找时间试试看吧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帮我点个赞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